你有多久没有停下来，认认真真的看过一朵花了？不是手机屏幕里那种被滤镜修饰过的、被构图框定的3秒钟划过去的花，是真的花，是花瓣边缘被风掀起一点点弧度，是阳光从侧面打过来让脉络变得近乎透明的那种花，是你蹲在岸边，膝盖有点酸，但你就是不想走的那种花。我最近反复想起这个问题，是因为一段视频。南京玄武湖的睡莲开了，各色各样，粉的、白的、紫的、淡黄的，挤挤挨挨地铺在水面上，像谁不小心打翻了一整盒水彩颜料，又懒得收拾，索性就让它阴在那儿了。配的背景音乐是王一博唱的《万物可爱》，就这么简单。一个湖，一池花，一首歌。但我盯着看了好几遍，说不清为什么，也许是因为太久没有被不费力的美击中过了。你想想，我们平时接收信息的方式，标题要炸裂，画面要冲击， BGM 要卡点，情绪要拉满，恨不得每一秒都在朝你喊快看我看我。可玄武湖这片睡莲什么都不喊，他们就在那儿。6月底7月初，南京热得人发昏，蝉叫的歇斯底里，游客举着遮阳伞匆匆走过，他们不管，他们只管开。一朵开了，旁边那朵也跟着开，在旁边那朵本来还是个花苞，晒了2天太阳，某天清晨忽然就松了劲儿，啪的一下也开了。没有人给他们发通知，没有谁喊3、2、1 action， 他们自己有自己的时间表，这就是我觉得最动人的地方。再说那首歌《万物可爱》，这个歌名本身就很有意思，不是万物皆美，不是万物绚烂，是可爱。可爱这个词多轻啊，多小啊，多日常啊。它不端着，不宏大，不试图震撼你，它就是让你觉得，哦，这个东西让人心里软了一下。像小猫伸懒腰，像雨后地上冒出来的蘑菇，像小孩子把一块形状奇怪的石头郑重其事地递给你，说这个送你。王一博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我总觉得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很克制的温柔，不是那种刻意放柔气声的表演性质的温柔，而是一种我看见了这个美好的东西，我想跟你分享，但我不打算煽情的分寸感。他的音色本身偏清偏亮，咬字干净，不拖泥带水，所以唱万物可爱这4个字的时候，你不会觉得他在歌颂什么，升华什么，你只会觉得，他也在看，他也在笑，他也在某个普通的下午被什么小小的东西击中了。这种分寸感跟睡莲其实特别配，睡莲不是荷花，很多人分不清，但气质完全不同。荷花是出淤泥而不染，是君子，是意象，是几千年的文化符号，它太有名了，有名到你看见它第一反应是背诗。睡莲不一样，睡莲没有那么多包袱，它就安安静静地贴着水面开，花瓣一层一层叠着，中心那一点点嫩黄的花蕊像一小簇火苗，不张扬，但你凑近了看会觉得精致的不可思议。它的美是内向的，是需要你弯腰屏息，把目光停留超过3秒钟才能接住的美。玄武湖那片睡莲我虽然没亲眼见过，但看影像资料已经能想象那个画面。早晨7、8点钟，南京的太阳已经有点烈了，但光线是斜的，打在湖面上会碎成一片一片的金色。睡莲的花瓣在这个角度下会呈现出一种近乎丝绸的质感，白的不是死白，是带着一点点暖调的，像奶油化开的那种白，粉的也不是那种很艳的粉，是像被水洗过、晒过、褪了一点色的粉，旧旧的、柔柔的，反而更耐看。紫色的睡莲最安静，往往开在角落里，不争不抢，但你一旦注意到它，目光就很难移开。水面上有风，不是那种呼呼的大风，是南京夏天特有的黏糊糊的带着水汽的微风。它吹过来的时候，荷叶会轻轻晃一下，睡莲的花瓣会微微颤一颤，水面上细碎的波光就跟着乱了，然后很快又恢复平静。这个乱了又恢复的过程，如果配上音乐，大概就是万物可爱副歌前那一小段间奏的感觉，有一点起伏，但很快被温柔地按下去，归于平和。我有时候会想，一首歌和一片风景之间的连结到底是怎么建立的？是音乐给了画面情绪，还是画面给了音乐意义？大概都有吧，但又不全是。更准确地说，是一种刚好。刚好这首歌的旋律线条是缓缓上升的，像花苞慢慢打开，刚好歌手的嗓音是干净的，不压迫的，像清晨湖面上那层薄薄的雾气。刚好歌词里万物可爱4个字落下来的时候，画面里正有一朵睡莲完全盛放。这种刚好不是设计出来的，或者说即使是被剪辑师精心匹配的，它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也应该是浑然天成的，是让你觉得对，就应该是这样的。纵览新闻发这条内容的时候，用的措辞很朴素，各色睡莲争相盛放，美不胜收，共赏这份浪漫。没有过度渲染，没有堆砌辞藻，就是很平实的告诉你，花开了，歌很好听，你来看看。我喜欢这种态度。
美好的东西不需要你替它呐喊，不需要你加800个感叹号，不需要你告诉别人你必须被感动，它自己会说话。你只需要把它放在那儿，把声音调到合适的音量，然后让看到的人自己去感受。有人看了会心一笑，有人看了想订张票去南京，有人看了只是发了一会儿呆，想起自己家阳台上那盆好久没浇水的绿植，这些都好，都是这首歌、这片花、这个瞬间该得的东西。其实仔细想想，万物可爱这4个字放在2026年的夏天，有一种特别的重量。我们活在一个信息过载、注意力稀缺、情绪被反复拉扯的时代。每天打开手机，焦虑是标配，愤怒是流量密码，可爱反而成了一种稀缺品。不是没有可爱的事物了，是我们看他们的带宽被挤占了。你刷10条短视频，其中8条在制造冲突，1条在贩卖焦虑，最后1条是只猫在打哈欠，你滑过去了，因为你的大脑已经被前面9条训练成了期待刺激的模式，一只打哈欠的猫不够刺激。但如果这时候有人跟你说，嘿，你听这首歌，你看这朵花，你什么都不用想，就待30秒，30秒你就真的能看见那朵花。看见它花瓣上有一小滴昨夜的露水还没干，看见它的茎在水下是微微弯曲的，带着一点弧度，看见一只很小很小的虫子正从一片叶子的边缘往另一片叶子上爬，爬得很慢，很认真，然后你忽然就笑了。不是那种被段子逗笑的条件反射式的笑，是一种很轻的，从胸口某个地方慢慢升上来的笑。你甚至说不清自己在笑什么，也许就是觉得，哦，原来世界还有这一面。原来在我焦虑的那个 deadline 之外，在我刷到的那条让我生气的新闻之外，在我跟同事那句没说出口的别扭之外，还有一个玄武湖，还有一池睡莲，还有阳光，还有风，还有一首歌在很轻很轻的唱，万物可爱。这就是我觉得王一博和这首歌和这片风景之间最核心的连接点。不是明星代言景点那种商业逻辑，不是流量带动文旅那种数据思维，是一种更本真的东西。一个年轻人用他的声音告诉你，慢一点，看一下，这些东西是可爱的，不是壮丽的，不是震撼的，不是此生必去的，是可爱的，是那种你路过的时候，如果心情好，如果脚步慢，如果刚好抬头，就会收获一小份惊喜的可爱。南京我去过几次，玄武湖也去过。说实话，如果不是刻意去看花，你很可能就沿着湖边走一圈，看看城墙，看看远处的紫峰大厦，拍2张照就走了。睡莲不是那种隔着50米就能让你挖出声的东西，它需要你走近，需要你低头，需要你跟它处于差不多的高度。你得蹲下来，你得把自己的视线放低，放到跟水面差不多平的位置，然后你才能看见那些花瓣的层次，才能看见光是怎么穿透它们的，才能看见水面上它们的倒影跟本体之间那种微妙的颤动的对称。这个蹲下来的动作，我觉得就是万物可爱这首歌想让你做的事，不是仰望，不是远观，是蹲下来，平视，靠近，把注意力给到一个具体的、微小的、不会说话的东西上面，然后你会发现它也在看着你。不是拟人化的那种看，是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回应。它开了，就是对你目光的回应。它美了，就是对你停下来这件事的感谢。写到这里，我忽然意识到，我好像把一朵花说的太多了，但也没关系。万物可爱吗？允许我对着一朵睡莲啰嗦3000多字，这本身大概也是一种可爱。最后说一个很小的感受，那首歌唱到结尾的时候，旋律是慢慢收的，不是戛然而止，是像潮水退下去那样，一点一点地，温柔地，不舍得退。最后几个音符落在空气里，有一点余震，像你把一块小石子丢进湖面，涟漪散开了，水面恢复了平静。但你知道刚才有什么东西来过睡莲也是花期不长的。今天你看见它开得正好，过几天可能就谢了，花瓣会一片一片的落回水面，颜色会慢慢变暗，最后沉下去，变成湖底淤泥的一部分。但没关系，明年它还会开，后年也会。玄武湖的水还是那片水，南京的太阳还是那个太阳，风还是那个风。花不记仇，花不计较，花只管在自己的季节里，认认真真的，安安静静的开一次，然后等下一个经过的人蹲下来看他一眼，也许那个人正戴着耳机，耳机里刚好在放一首歌，也许那首歌刚好叫万物可爱。也许他看完花之后站起来，深吸一口气，觉得南京7月的空气又热又潮，但他还是笑了一下，那就够了。万物可爱，本来也不需要更多了。